该没事。倾城是你什么人？东海漫山石行，沧海漫漫，我也听倾城青丘日炎河流。原来师父就是倾城。魔君凶煞，以剑幕之力，无人能挡。幸得好友日炎相助，斩其双脚，重挫梦中。欲以森罗大法阻止魔君本鬼剑幕，不意夜叉回复化婴，剑幕之时仅剩残期。然草木何故？欲决一穷一生，钻研此物，寻解海陨浩劫之道。其后100年，欲与日炎走遍千州万岛，始终未能查明海陨由来。且因海外灵气稀薄，夜叉青果无法生长，我二人也因与夜叉鏖战，伤重难愈，修为大减，遂返回中土，前往日炎故乡青丘隐居。数十年后，始终未有变化的果实终得化灵，灵气平平的甘华之境，也因其催生灵气。直到归至青丘300余载后，庚午年12月念午夜半，果壳忽裂，那里竟有一女婴，仙姿玉质，天生灵秀，人也，非人也。啊！此女乃天所生，自身灵气可催无穷灵气，更可吸收旁人的灵气。若是善加利用，必可以助我们提升修为，天下无敌。然剑幕重生，与人间婴孩无异，为免其重入浩劫，于决定将其抚养成人。奈何夜叉游喜此美，恐夙念难消，于心甚忧。
设下护生香客3道封印，送其离开。有了这3道封印，他们将互为牵制，今世远离，足以摆脱宿命，万无一失。忘却前尘，远离纷争，好好的做个普通人吧。高卢雷大人乃于智友，于为高卢设下护国法阵，他亦承诺护此子周全。昔于年老而日衰兮，岁匆匆而不返。念我长生而久仙兮，不如返于之故乡。修仙最忌被尘缘所绊，你可是要脱离凡尘俗世，成就大道的。如今却为这异类困住了心神，你这般煞费苦心的照顾他，你是将他当做一个真正的人来看的？难不成你还想让他做一辈子的普通人吗？普通人有何不好啊？我家小棒槌这么可爱，以后什么不会都没事，我来护着，对不对？我家小棒槌，你明明知道他再像人，他也不过是剑木之石。我已在他尸海设下封印，你若不说，他自然不会知道。你冥顽不灵，蠢材！青才绝艳又如何？到头来，还不是要被这累赘石牵绊？你可以瞒他1日、1年，甚至100年，又如何能瞒得了他一生呢？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会护他一世。我意已决，不必再劝了。师傅之前住的胡舍峰，大家都说像棒槌，你呀，就是小棒槌。剑木天生灵气充沛，无需引灵入体，便能灵气领出。青丘附近妖灵，皆被其吸引净化。不怕啊！燃气3岁，逢祸岁之年，体内本源灵气骤然消失，变得与寻常孩童无异，无法运转灵气。种种特异被藏于这普通女娃娃身中。日言见我将孩子视为己出，恐我牵绊过深，修为再难恢复，屡劝我传授修行之道与他，我始终拒绝。一怒之下，日言离开青丘。不会也罢，给师傅做小徒儿挺好的呀。你说一个女孩子家一天到晚打打杀杀也不像话，踏踏实实的给我做红烧萝卜才是正事儿，对不对？你师傅穷的叮当响，再把你当女娃娃养，那咱俩喝西北风去啊！走，跟师傅赚银子去。走喽！老板，我要个包子。哎，好。小棒槌饿了？哎呦，饿了，师傅给你买吃的啊。哎，客官，来个包子。老板，你给我来俩。这个，来，嘿，这个，哎，小心烫着啊。嘿嘿。智女聪明机智，于心甚微。然诸多特异，必将令他此生难以安宁。余为倾尽所有，以一生相护。
本以为闭气灵犀，藏匿红尘，可保师徒无忧。孰料苍天不佑，10数年后，竟与不可相见之宿敌重逢。自知灵宗暴露，再也无法护其周全，余忙传信日言，又恐不及仓促留书，让小棒瑞前往雏凤书院，投奔另一弟子胡家平。书院之地，有家平和左丘老友相护，想必他与夜叉少年不会再结孽缘。师傅，饭好了。师傅，留下稚女，于心不忍。师傅，奈何翠轩寻宗府追至。师傅。翠轩自称伤重，约于前往胡舍峰故居一见，不想中计被擒。青城师兄，剑幕在哪儿？这世上亦无剑幕。你身为吴越庭弟子，却心向海外，亲近妖物，见义民目。说，剑幕到底藏在何处？此生为诸般尘缘所伴，未成大道，唯盼我家小棒槌能做个常人，一世安乐，快意平生。师傅，你不在了，我如何安乐？不杀翠轩，我怎配快意平生？我要拥有无上的力量，我不想至亲最爱再在我面前死去。师父，小宝一定要为你复仇。虽心想异动，余念动万象。萨北峰，聚成体，携天地气运，融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力。乾坤未晓，溯源复生。成了。还是差点。